这部30年前的恐怖片，颜色程度高达5颗星，尤其泳池删减那一段更是精彩绝伦。这个身世悲惨的女人正躺在房间里休息，突然冲进3个男人，捆住她的4肢，将她从窗台丢了出去。女人名叫阿美，是这家舞厅的陪酒女，同时也接一些皮肉生意。而神雕则是这家舞厅的常客，他看中了阿美的美貌，一来二去便和阿美搭上了线，并且神雕也不简单，客户资源丰富，经常给小姐姐介绍生意。这天给阿美介绍了一个大单，可当阿美到宾馆时才发现，原来是一个头戴头巾的阿拉伯男人，确实口味有点重。阿美不想体验异域风情，当场拒绝。没想到刚才还笑盈盈的神雕突然翻脸，给了阿美2个大逼兜，将她推了进去。被迫营业的阿美表示要去警察局把神雕干过的脏事全部供出来。当阿美终于回到楼下，借她高利贷的草上飞突然出现，拿着刀胁迫阿美，逼问她什么时候还钱。阿美没有办法，只能说3天后。原来草上飞是神雕找来的，阿美威胁他的那番话戳到了神雕的痛点。他知道阿美借有高利贷，于是便找来草上飞给阿美施压，但阿美依然去警察局将神雕的事情捅了出来。他刚走出警局就被神雕的手下看到，随即打电话通知了老大。恼羞成怒的神雕当晚找来几个小弟，趁阿美在房中休息时将她团团锁住，最终丢下了窗户，砸在楼下的出租车上去世了。而那辆车的主人太保也是舞厅常客，他与阿美合租的室友小梅、小丽非常亲密。此时的小梅和小丽还不知道阿美已经去世，阿美临走前只告诉他们，她为了躲债回乡下2天避避风头。这天阿美突然回来，姐妹俩被吓一大跳，但惊吓之余，她们还是关心阿美的高利贷。阿美告诉他们已经还清了，随后和他们一起再次回到舞厅上班。经理和他们交接完，不小心把烟掉在地上，在捡烟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一个恐怖的画面，阿美走路竟然脚不触地，难道这是阿美的魂魄？经理被吓得不敢言语。小梅、小丽被安排去陪黄哥，黄哥想和他们双人修仙，但2人都表示今天不方便。黄哥一听恼羞成怒，想要发飙，看场的阿秋上来制止了他。随后阿美表示他今晚可以陪黄哥，黄哥听后大喜，急忙带走了阿美，并要求小弟找人收拾阿秋一顿。进房间后，阿美要求先洗澡，不料从里面伸出一只手来，邀请黄哥。精虫上脑的黄哥立刻上前牵住，但他没想到后面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。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的手上握着一只断手，并且不受自己控制。黄哥想要挣脱，却无能为力。情急之下，他找来一把刀，猛地扎下去，却扎到了自己的手，随后被阿美丢到了门口。另一边，黄哥找来犯地的阿飞，他带着几个帮手想要教训阿秋，没想到阿秋武艺高强，1对3，丝毫不落下风，随手就收拾了这几个地痞流氓。晚上，小梅的老公鸡毛哥来接小梅下班，他们带上阿秋和大太保一起去吃宵夜。途中，鸡毛哥毒瘾犯了，去到了自己熟悉的赌场。都说10赌9输，可他今天手气格外的旺，连杀5把赢了不少钱。众人甚至以为他出老千，但他表示只是手气好罢了。随后回到了大排档，可他们没想到阿飞被打了后不服气，又找来打手想教训阿秋。他们知道正面对抗都不是阿秋的对手，便装作吃饭的顾客，趁阿秋不注意，一板凳砸在他的背上。随后众人陷入一场恶战，虽然阿秋武功高强，终归双拳难敌4手。随着打手一酒瓶砸在阿秋脑袋上，阿秋也只能应声倒下。打手随后抽出砍刀，准备了解了阿秋，但这时突然出现变故，阿美从天而降，一把撂翻一个小弟。大太保看着阿美，突然想起来，她就是砸在自己车上的那个女人。阿美随后3下5除2解决掉了杀手。大太保等众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还是买了纸钱烧给阿美。另一边，神雕哥正在舞厅里快活，他抱起小姐开始跳舞，但跳到一半，小姐突然变成了阿美，随后更是变成了丧尸脸。神雕被吓得丢了魂，跑到舞厅门口大喊：
碰巧遇到经理请来的道士，一把将他拉走。道士要他把害死阿美的过程完整的讲给他听。听完后，道士表示可以尝试救他一命，但是这种人真的有必要救吗？这个男人为了帮助亡魂阿美，竟跑到停尸房吸尽尸体的尸气，一心想要报仇的阿美知道神雕有道士相助，便回到了好姐妹家里，想把神雕害死自己的理由告诉小梅小丽，让他们帮自己报仇。可没等她说两句，鸡毛哥大太保就来了，阿美只能暂时消失，自己去找神雕报仇。道士手持桃木剑召唤出阿美，希望和他和解，但无奈阿美怨念太深，和道士进行一番打斗后，打了个两败俱伤，阿美被打得三魂不能相聚。道士也奄奄一息，临走前，道士教神雕哥做一张符，只要他能保证在明天晚上12点前符不被销毁，他就能挺过去。这个时间正是阿美在阳间所能停留的最长期限。可阿美现在三魂不能相聚，无奈之下只能去找鸡毛哥帮忙。在出租车圈子中，鸡毛哥最仗义。阿美表示，前几次鸡毛哥赌博赢钱的原因就是阿美在暗中帮他。现在阿美需要鸡毛哥去停尸房找一具女尸，吸3口他身上的尸气。鸡毛哥吓出一身冷汗，但还是愿意帮他。鸡毛哥溜进停尸房，找到一具女尸，但是吸之前必须先堵住女人9孔。虽然我始终没搞明白9孔怎么回事，还好鸡毛哥机智，犹豫再三，终于下了嘴，但那气味实在太恶心。鸡毛哥强忍着吸完后，狼狈地跑了出来。阿美非常感激。随后阿美去找神雕哥，想要复仇，但道士留下的阵法太强，他无法进入。于是他再次帮助鸡毛哥赢钱，希望鸡毛哥能想办法摧毁那张符。鸡毛哥随即答应，并叫上了大太保。他们在走廊上升起一阵火，并不断的催火生烟，很快整个楼道都被烟雾弥漫。消防车闻讯赶来，鸡毛哥告诉消防员，屋里有神经病在纵火。神雕感觉不妙，拿起刀威胁他们，但消防员快速的破门而入，并制服了神雕。众人在屋里一阵寻找，终于找到了符。鸡毛哥拿过符，将它放在煤气灶上销毁了。这下道士的阵法终于失效。正当神雕要被架上消防车时，阿美突然从人群中走出，并且将自己的半边脸撕扯下来，人群瞬间被吓跑。此时的神雕完全不是阿美的对手。阿美将他装进吊车的车厢，随后将车厢升到空中。看着神雕的样子，阿美没有丝毫同情，她终于结束了这个人渣罪恶的一生。